碧波龙王，你犯我大明律令，暗害我大明百姓，何当死罪？我奉天子令，斩如残生！别出！区区孽龙也敢犯我天朝威严！今有圣天子在朝，管你是西域还是妖蛮之族，入我大明之境，就得伏低作小。真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啊！刚刚的斩龙一事，看来也不是简单的世界啊。二公子，长公主派人来府上了，定是要与您履行婚约。夫人唤您过去抗命，真的好吗？宁定公主深得当今圣上宠爱，又入仙宗修行，此次怕是来拖延婚期的。清河，公子行事自有考虑，我们做下人的岂可智慧？是奴婢僭越，还请公子责罚。这万恶的封建社会，感觉不赖。我叫张林，是国公府的废材少爷，但神识里却有一座神秘宫殿，只要人前显圣或挑动他人情绪，就能获得声望值，待到玉柱通体赤红，就能获得一定奖励。坐管千里虚空内，立照十方世界中。先使黄风追恶鬼，后将雷霆震天庭。此为玄都雷霆玉经，这竟然是一篇道门正宗的观相法。紫薇玄都雷霆玉经，这门观想方法在整个大明都属于顶级秘传。方才只是闭目冥想片刻，神魂便壮大了数分。我现在应该是踏入了九品筑基。这个世界有肉身和元神两条路子，元神起始九品筑基，而后出壳夜游，强者粉碎真空，滴血重生都不在话下。怪不得以前不好修炼，原是老父亲给的功法太垃圾。看来我天赋也不是太差，如今元神修行一片坦途，整个人飘飘欲仙，就连院子里蛇虫鼠蚁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小哥哥，禀国公夫人，我家公主身体不适，故而遣小婢上门与您说道。那长公主的意思？我们公主说了，陛下金口玉言，她自会履行婚约。只不过她的意中人应当是一位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会脚踏七彩祥云来娶她。这臭小子自己躲起来，让老娘一个人在这丢脸。烦请回去告知公主，是我们教子无方，不过我们势必会交给长公主一个满意的夫婿。稍后等老爷下朝回来，要好生商讨一下。这是自然，如果有需要，长公主也不吝施以援手。这是长公主从太医教带回来的，对元神一道的修炼大有裨益。这是圣天子今日赏赐给公主的龙肉，公主殿下特命奴婢送来，予以公子炼体筑基之用。即便是梁国公府，这真龙之肉也不是想吃就吃啊！好险，元神初不尝试出国，太医被外邪入侵了。好在我观想的是真武荡魔大帝，最不惧这些妖邪。光是闻着这味儿，便食指大动。这就是顶级勋贵的豪横。这样的吃食在这里却是寻常。
肉身反哺元神，愈发壮大。修命不修性，此是修行第一病；修性不修命，万劫阴灵难入圣。双修，或许我有机会，届时便是龙入大海，天下可去也。二少爷，夫人找您。刚想运功。这里是父亲和妻妾们居住的地方，小时候也曾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。娘，早安。哼，不愧是逍遥少爷哈，要不是派人唤你，怕是想见你都难。瞧娘你说的，想要见我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哼，那昨日让你过来，怎抗命不遵？昨日长公主派人传话，又送了元神灵物与龙肉。这长公主居然想要养成我，那长公主送的那些，稍后自会送到你院里。不过，你可别转手卖掉。放心，儿子不是那样人。长公主这饭是吃定了。昨晚和你爹商量了一下，大好男儿不能整日里无所事事，所以让你去锦衣卫那儿谋一份差事。就从小旗做起吧。区从七品，百户多如狗，千户遍地走。锦衣卫不仅监察百官，还稽查妖魔仙宗等。毕竟咱也没有反抗能力。好。冷，即便洗魔换血，周身百窍已不开半数，也乌木解却到一股冷意。我说张武，你是嫡长子，能继承爵位，何苦要来北境打生打死？哼，还以为只有我们这些不受待见的庶子，才回来这古寒之地搏一线生机。大丈夫生居天地间，当代3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再说，家里有个不成器的幼弟，身无长物，梁国公的名头还是让他来继承吧。真羡慕你弟呀！被老母亲督促着来锦衣卫报道。锦衣卫，闲人止步。这马光是平常喂养的资源，都够堆出名品9偏方啊！在下梁国公府张林前来报道锦衣卫小徐一职。原是如此，还请快进。没有狗血冲突，也没人眼瞎不认识梁国公这块招牌。材质一般，象征意义却非比寻常。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锦衣卫小旗。我叫余威，你的顶头上司。锦衣卫直属天子，任何人没有身份之别，这公子哥能行吗？放心，鱼头，到了这儿自不会矜持身份。叫我头就行，不必加个余字。9品巅峰，暂不好安排高难度任务。你刚来就先跟着他吧，平日里按时点卯就行。居然是刚刚打照面的小白脸。好的，鱼头。你好，齐小航。张公子倒是个妙人，接下来你就跟在我身后好好学，待会儿给你介绍几位同僚，下了职一块去教坊司喝酒。教坊司？我从来不逛青楼。这位是锦衣卫小旗邹恩明，世袭武官。这位是西域乌松国王子魏周。魏周，我自小在大明长大，所以本土的名字更方便一点。今日一见，倒和传闻中不太一样。喝花酒有甚意思？不如去金玉堂玩个通宵。反正教坊司的伙食也不算差。正常的青楼是2层或3层的阁楼，这种很低级，我也不常去，除非囊中羞涩。囊中羞涩，是我想的那种吗？教坊司不一样，那边几乎一大片都是。锦衣卫这点俸禄也只够交入场费，要不是老头子断了我的财路，今晚的消费就由我齐公子买单了。女人有啥好，只会影响我摇头子的速度。贵客4位。本来还在考察阶段，
这下也不得不进去了。进去瞧瞧吧，云姑娘也是教坊司的花魁头牌之一，今日倒是可以一览风采。那里布置倒是十分雅致。4位贵客，请入包厢。这儿真是日进斗金，价比黄金的琉璃，居然用来砌墙。这布置倒是恰到好处，也避免了朝大人物社死。在场打茶围的人身份都不低，随手抛20两银子做入场费的，身份都差不到哪儿去。不少目光都紧紧盯着中央莲台。迎雪姑娘，不对，真武荡魔大帝。这居然是元神法术！这荧墨花魁还是个修元神的仙道高手，5道8品气血阳刚，等闲邪魅鬼物不得近身。可惜没有手机，不然录下这几人的阳相日后可好玩了。只是普通元神幻术，并无任何恶意。啊，什么动静？尸体。武道修为比我们低，却能在元神法术下岿然不动。你们幻术看到啥了？一脸陶醉的傻笑。天子脚下首善之地，居然有人胆敢行凶！我齐小航第一个不饶！锦衣卫办案，所有人都待在原地，不许走动。违者就别怪本公子的刀快了。尸体年轻，身穿灰色衣粗布，看其打扮，应是这小阁当中的小厮或者龟公。死亡时间不超1个时辰。不对啊，这不自相矛盾了吗？没有明显外伤，死因却是受到重击导致脾脏破裂。你们来看一下，还真是无明显外伤。如果是高手所为，隐藏在这儿必有所图，必须上报，让元神一道的高手拘魂问清真相。不必麻烦了，他的3魂7魄早让人打散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能轻易摆脱元神法术，或许在元神上颇有见战。先带回锦衣卫吧，此处稍后让人搜查。不用了，等我问几句话，真相自然便会大白。才入锦衣卫，哪来断案本事？应有花魁，有些事情本公子想询问一二，烦请出来一见。好一个人间尤物！见过这位公子。请问今天这小厮曾经与谁发生过争执？大人说笑了，这不过是一小厮，他与何人发生争执，我又从何得知？像是大人府上的奴婢勾心斗角，您会关心吗？也是，倒是我唐突了。那你来说说，这小厮今日与何人发生过冲突？若不如实说来，就请你去我们锦衣卫大狱走一遭吧。今日早上，我经过花魁房门前，见到他被银花魁一脚踹出，不知道这算不算？这又如何？我院中的下人做错事打骂应该无任何问题吧？况且我并未修习武道，只是在元神方面入了品级，隔山打牛的暗经可是半点不会。气血平平，确实没有休息过的痕迹。这一番推测倒也合情合理。难不成这家伙只是想借机搭上话，日后好借机骚扰？看着也不像色中恶鬼啊。麻烦姑娘帮我取点甘草汁过来。甘草汁？他不是直夸少爷吗？我曾在家中老徒口中听说过一个民间秘方，小样，迷死你们！瑞草蘸醋涂抹伤痕，可让伤痕消失。这种法子，只要以甘草汁涂抹，立时便可破解。断案如神，不愧是锦衣卫的武官，敢问大人姓名？不才，张林。可是梁国公府上的2公子。正是。人不是我杀的，大人
我是被人陷害的。人的确不是你杀的，该不会见色起意了吧？果然如此。你要有什么想法，等到了大狱，随你怎么折腾，我不跟你抢。你这是把老子当成什么了？虽脾脏破裂，但死因却是三魂七魄被打散。待我发现时就已经这样了，没成想会出现在此处，打扰诸位老爷的雅兴。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为何不报官？所以凶手究竟是谁？姑娘，难不成要我亲自救你出来？虽然没看到你是如何抛尸的，但刚刚的幻术中，你这小小婢女竟能不受影响，要么是有元神修为，要么是身怀法器。哼！去！公子这一身飞鱼服，再骑上火麟马，果真是好生威风，颇有老爷当年的风采。老张，昨日的事情可曾听说过？公子勿怪，小人平日里极少出门，多是与马为伍，两耳不闻府外事。可惜英勇事迹还没人尽可知。公子慢走。啊，是京城四大纨绔之首的张林。听说了没？张林昨晚在教坊司干的事儿。这消息传得还蛮快的。难道是？嘿嘿，昨晚教坊司发生了一件离奇案件，个中曲折，听我细细为你道来。昨晚就是他在教坊司一声暴喝，一名九品武者当场暴毙。宫殿里的柱子正在变得愈发赤红。把马给小爷看好。昨晚那起案子是咋判决的？还能怎么判？杀人偿命，伤人赔钱。昨晚那小婢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在锦衣卫大狱，都木须动刑。我是紫妍姑娘派到营门花魁身边的卧底，刚好撞见营门花魁将小小厮踢伤，故此顺水推舟。要不是碰到你，说不定还真让他们干成了。反正都进大狱了。妙的，昨晚没睡到姑娘，还搭进去30两银子。30两，入场费不是20两。昨晚我跟他打赌，看他能不能搞定花魁，他输了。你先跟我们1人1天，小旗下有校尉负责平治街道，他们至多不过9品。这几条街看着热闹，真出事往往就藏在拐角暗巷。下了职，我请你们去春风楼喝酒。对了，把魏州也叫上吧。那我们今晚可要吃大户了，到时候可别肉疼。尽管吃，今晚的消费就由本公子买单了。这句话本该由我齐公子来说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，春风楼哪几道菜最值？能不能背锅另说，关系先打好。奴婢已查明，昨晚教坊司之事确实如此。张林公子以一人之力查明案情，还展露出了至少8品出壳的元神修为。哦，看来我这未来夫婿也不尽只会些商贾之事。明日将我从父皇那儿讨来的紫溪弓送到梁国公府上吧。是，这等神兵，武道稍差，怕是都拉不动。我说大黄，你能不能给我争口气？毕竟是火麟马。此马来府上的时候年幼，自小与我形影不离，感情甚笃。有个国公爸爸真好。东家，您吩咐的菜肴和杜康酒已经准备好。东家，你，没错，我就是春风楼背后的神秘东家。我去，真是狗大户啊！一般般了。舒坦。昨晚的事发酵一日，再加上暗中推波助澜，声望又够了。尔时世尊，圣妙殊绝，
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。大威德冥王身9品境界，皮膜堪比橡皮，骨如钢铁，大筋坚韧如龙筋。由此打造无上武道根基，身负一龙一象之力。家传功法到9品巅峰，也不过皮如牛革，骨如犀角，筋如大蟒。人体206块骨头，竟能全部淬炼到位。能做到这般的，我只听说过皇室修炼的大明武经。这门功法绝不在顶级武道秘传之下。元神壮大之后，反过来修炼武道，简直如有神助。还没停。60载诸佛龙象，30年众生牛马。这龙象之力果真不是这么好修的。哼，力量的确强横不少。还没有到9品的极限，这就是无上武道之基的恐怖之处。口中没甚滋味，刚好到了用早饭的时候。金虎、秋意，这些给我自己来就行。你们吩咐后厨，把上次长公主送来的真龙肉给我处理好，端上来。餐完怎抵得上真龙之肉？所谓天上龙头，地上驴肉，倒也不虚此生。既要练除金虎骨，自然要吃一吃龙肉。昨夜蜕变之后，牙齿咬合力已不逊任何猛兽，筋骨好似百炼钢铁，被反复捶打，排出杂质。差不多该去锦衣卫点你了。二公子，这位是长公主府上的丫鬟妍儿。这是金乌明体真龙吟啸，水火相济，真理乃生。这是以汤古扶桑木为弓身，真龙筋为弓弦打造来的神兵，长公主将之命名为紫溪弓。真龙筋，绝世神兵，落在小小武道9品手里，怕是只能放在家里落灰。小丫鬟毫无机心，一眼就看穿了。神兵有灵，绝世神兵则能与主人祭炼为一体。正好龙筋未成，可以借紫溪弓体悟通天邪境。这紫溪弓看着精巧，实则重若千钧。弓，这弓我们光抬来便耗了大半力气。龙象未成，满月终究有些吃力。想要弓如满月，需要有乔龙志向的神力。好弓，替我向公主问好。驾！唉，啥年代都得打卡上班啊。张林到了，跟着他们也走了几天，从今儿起，这西坊巡街区域就正式分配给你了。这感觉倒挺像从实习期转正为正式员工，这权力变大了，工作也变少了呀。巡街的工作都给下属，我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修炼了。元神7品，夜游，我这不就能在夜间自由活动了吗？不到1个月，到了7品夜游。张林啊，张林，你为何如此优秀？修仙世界我真是爱了，这不是上辈子梦里的世界吗？7品，要是有遇到同品级的武者，贸然行动显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。这新奇的体验太爽了，要是不小心闯入大佬的栖身之处，对方一个爆发气血，我估计要重开了。曾经的小丫头片子也长大了啊。老爹的方向，惶惶如烈日，恐怖如斯，这能量太恐怖了吧！是灵儿。1个月前，灵儿似乎还未修元神，武道最重筋骨，灵儿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啊。难道说灵儿另辟蹊径？哈哈，不愧是我张景泰的儿子。哈哈哈哈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武道肉身已有一龙一象之力，或9品指日可摧啊！
忘气之树下能看人间帝王黎民百姓，不过怎么前方出现了一部分空白？咦，男人头顶气云，死气沉沉的，虎口有茧，是干重活的底层百姓。可这孩子却皮肤细腻，绝非苦力。天杀的纨绔子弟，竟敢当街纵马！可怜那对父子今日就要丧命于这权贵之手，天子脚下，这凶徒竟是如此猖狂！明日我定要召集国子院童装，擂鼓告状！天杀的畜生！幸好没有人受伤，否则抽筋拔骨都不足以泄愤。是不梁国公府上的那个纨绔，没想到成了锦衣卫，行事愈加张狂了。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公子莫怪，我们父子不知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，饶了小人吧。星夜，你不要命了？那是梁国公的公子，你别去出头啊！难道就任由这纨绔恶少欺辱我京城百姓？是国公又如何？你再要拦我，便莫怪我与尔割袍断义。8、9岁的孩子已经通晓世事，我解了他的神魂封禁，且看他如何说道。此人是你父亲吗？他不是我父亲，我父乃是当朝礼部郎中，他是我的拍马子兄徒。锦衣卫办案，嫌人退避。我就说嘛，张公子断案如神，咋可能无的放矢？原来是在当街查处贼人呐！这是你刚才的台词吗？墙头草啊你！礼部郎中乃是从五品显贵，妻子被拐，这京城天子脚下定藏着一个有修士坐镇的犯罪集团。你做的不错，于头头，审讯结果怎么样？这才多久？审讯需要个过程嘛，大概1个时辰之后就差不多了。对了，于头，我7品夜游了。啥玩意儿？你7品了，我才6品，这茶水谁斟的？想烫死老子！您就是张公子吧？要不是您，我们少爷又要多吃几天的苦了。我家老爷登门亲自感谢您，多谢张公子救小儿一命。这往日都是下人照料小儿，没想到今日一个疏忽，却遭此横祸。这老狐狸的话，怎么听着莫名有些不对劲？今日来时匆忙，没有准备什么薄礼，改日定备好礼品，奉上拜帖，专程登门亲自感谢。你们2个这是怎么了？他俸禄和积蓄尽数花在教坊司了，结果去青楼不给钱，被人告到府上，给他爹揍了一顿。他去金玉楼赌钱，输红了眼，欠下一大笔钱。不愧是你们啊，锦衣卫的卧龙凤雏。魏州呢？他去审问你带回来的拍法子了。他审问？嘿嘿，你可别小看他，魏州那双毒掌号称要熔炼天下剧毒，审问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。李小航，你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知道你们肯定等得着急，所以一结束审讯就过来了。我这万毒掌尚未大成之前，容易吓到旁人，所以平日里都是戴上手套示人。我要是说你坏话都是当面的，哪还需要背后？说正事，拍华子们交代的路9点已经吐出来了。西城区南部羊毛胡同，对方有2个8品武者，5个9品武者，还有一些小杂鱼。2个8品加5个9品，我们4个人妥妥的吊打对方。确认情报无误吗？放心，要是真话假话都辨认不出，干脆就别当天子亲军了。按照鱼头的意思，我们几个去就行，直接砍上去。要说绑了谁不好，非瞄上了当朝礼部郎中之子，这群拍花子也真够倒霉。嘿嘿，要不是没成功，否则那位秦无相大人心里能乐开花来。怎么说？秦当年来京发现妻子怀有身孕，他妻子说夜有所梦，梦中与他行那鱼水之欢，便有了身孕。不是，这他能信？很明显，我们的礼部郎中信了，被救下的孩童便是那梦中所生。哼，他敢不相信吗？他岳父可是大明的首辅，所以他只能乖乖将母子2人供起来。堂堂礼部郎中，一房小妾都不敢拿。不过我听说那位秦大人偷偷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还有个孩子。贵圈真乱，怪不得那位礼部郎中养妻功夫如此深厚，原是自家夫人所致。这趟居然能吃到大瓜。你让我这8品内壮很尴尬呀！双修之姿，旷古烁今，原以为是靠关系走后门的纨绔，没想到竟是元神高手。
牛啊！这副模样只是为了博取路人的同情，多拿上几枚铜板，丧心病狂！你丫的！院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哪个崽子敢打扰老子喝酒的兴致？丫的，老子和你们拼了！住手！5到6品，换血境界。是锦衣卫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老子堂堂6品，真要杀了这群锦衣卫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这对吗？这么牛的吗？这货出场才多久？你打个照面就放倒了？现在初步能以气血为鉴，这一发差点把我抽成人干。不过临时突破境界击杀，还得是小爷我。先斩后奏，黄泉特许。我今日要看血流成河。是。进屋搜查，出现了一名计划之外的6品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拍花子了。是。区一个拍花子团伙，能有6品武者坐镇，本身就是一件反常的事。要是其中有什么阴谋，危及到什么贵人，我们上上下下都要被皇帝问责。丫的，这狗东西如厕都不擦屁股的吗？有发现！这是宁国公府上可可的腰牌，还有一些和宁国公世子来往的信件。整个勋贵集团派系林立，连皇帝都要忌惮泛泛。宁国公他背后的齐王是当朝天子的亲弟弟，那6品武者不过是宁国公世子的一条狗，他自己也清楚。齐小航去过国公府吗？你该不会是想，他背后可是亲王？干他丫的！老子是锦衣卫，天子亲兵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这趟就算老子陪兄弟你了。你带兄弟们去镇抚司告诉鱼头一声，回来我给他个惊喜。好。在场的我是伯爵之子，魏延是盟国王子，亲王和国公再怎么权势滔天也拿我们没办法。只有邹恩明是世袭武官，掺和进来没啥好处，日后还有被报复的可能。当年烈武帝念梁国国公之功劳，制造府邸，占地为国公之最，往后数百年依旧无人在形式上超越梁国公府邸。这宁国公府倒也真阔气，几经扩建都快赶上我梁国公府了。赶着去投胎啊，瞧这么急！锦衣卫办案。我家老爷什么身份？3个从7品的芝麻小官也敢来这儿大呼小叫？哼哼，我家老爷不在，我们找宁国公世子。世子也不在。忘了说，家父梁国公。梁国公，那个满门杀伐，连天子都要礼让3的梁国公。我的妈呀，这年头国公爷的公子们都喜欢玩 cosplay 当小官吗？公子你请进，小的该死，小的永远不是泰山。公子你请进。不知几位今日造访本宫，有何要事？李叔，今日小侄查获一起大案，就在我们结案的时候，突然冲出一个6品武者，要不是有长公主赠予我的紫西弓，我们都差点交代在那儿了。紫西弓这种绝世神兵，这小子涌得动。打死那6品武者之后，我们发现，这背后的操控者居然是李师兄。李叔，您不觉得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吗？舒服，要是有酒就更好了。鱼头，大事不好了！能有什么事儿？要我说，你们都是老锦衣卫了，他们3个铁定要吃亏，宁国公府不好惹啊！你说什么？他们自己去了宁国公府？呸！算了，没事，顶多吃个闭门羹而已。总招，关在狱中的拍华子畏罪身亡了。婴儿不在府上，下次再来吧。方才门子说李师兄前脚刚回府了，去看看世子回来没？回来了，叫他过来。爹。锦衣，在国公府上行凶，后果你们要想清楚。哼，宁国公阻挠锦衣卫办案，你可知道什么后果？我们可是天子亲兵。好，人你们可以带走，但要先给我婴儿把手臂医治了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锦衣卫大狱当中什么套餐都有。鱼头，看我们给你带来什么惊喜了！没想到抓个人牙子背后掉出来这么大的一条鱼。这位是镇抚使张大人。
任务在身，树卑职不能行礼。做得不错，人现在就交给我了。这是极品的武者，还是说修元神仙道的？不对，看他五大三粗的，明显是个粗鄙的武符。对了，张林，之前你抓回来的那名拍华子在狱中殒命了，事情进展怎么样了？羊毛胡同那里被我们引过去的6品武者被杀，仅1位无一人伤亡。不愧是罪誉为深厚的几位国公之一，9品武者逆风6品，就算兼修元神仙道也有些夸张了。按照我的谋算，后来他们应该直接去宁国公府了吧？大人妙算无益，张林挟持着李英出门，后面我们就不敢再跟踪了。好，退下吧。是。现在唯一的破绽就是锦衣卫狱中的乙三，不过我相信以他对我的忠诚，现在应该已经畏罪离世了吧？只要死无对证，谁能插到我头上？我说，李英不是都被关进大狱了吗？但这镇虎使出面了，其中必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隐秘。反正这次我们能休伤假，至于什么伤，别问，问就是精神创伤。这案子疑点太多了，丫的，我们被人算计了。疑点？那天秦无相在正厅等我，他的管家在外面迎接。要不是您，我们少爷又要多受几言苦了。当我和秦无相会面的时候，他却说他儿子只是当天因为下人的疏忽而被歹人趁机掳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蠢啊你！这两个说辞明显不一样，说明其中必然有一个人说谎了。没错，当时我以为只是那个管家口误，倒也没细追。此为第一疑点。说谎的最高境界，9真1假。经过重重拷打，这才将掩饰过的情报告诉我们。这是疑点2。第3点，也就是让我最终确认那名拍花子有问题的地方，他畏罪离世了。一个人若是心存死志，他有必要在死之前挨上一顿严刑拷考吗？就为了误导我们，好拉一批锦衣卫垫背，然后脱身？这就好像是一个犯人，他知道第一关是鞭刑，第2关是美人计，于是乎坚持到我们施展美人计。他最后的畏罪自尽就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，这家伙就是一个标准的死士。但是他目的是什么？我在我爹那里得知，上任礼部右侍郎因为贪污被查处，现在这一职位空缺出来，朝中几个长派为了争这个位置，狗脑子都差点打出来了。这是自从先太子薨之后，天子似乎也没有再立太子的想法。2皇子、3皇子等跃跃欲试，见天子未阻止，朝官们也起了心思，纷纷找各自看好的皇子下注。宁公皇子党派闹得齐王，支持的是2皇子，也就是说宁国公实际上是2皇子党的。那秦无相属于哪个党派？他哪个党派都不属于啊。他是前首辅的女婿，和朝中许多大员都有着香火情，但是大家又鄙视他的为人，故此把他放在礼部郎中这不上不下的位置上。这秦无相看起来和蔼可亲，可实际上也是个不安分的主。我猜测他暗地里想要投靠3皇子党，就策划了这起事件作为投名状，也是证明他能力的大好时机。明晰了以上种种，秦无计划就不难推算了。他早就暗中查到关于宁国公世子李英的肮脏事，保不准3皇子手下的人也查过。3皇子接洽过后，他先派那名暗子劫持自己儿子，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晃荡。这也是管家会误以为少爷被抓去好几天了，不然拍花子集团根本无法放风进秦小子的元神。只等我抓人，暗自吐出情报，情报中人牙子们实力最强也才8品，这样一来，我便一定会前去。如此一来，2种结果：第一种，我死，我爹梁国公必然大怒，追查下去，发现宁国公世子是背后之人，两方铁定要开撕。秦无相也顺势搭上3皇子党这艘船。第2种，我没死，势必会和宁国公府起冲突，激起2皇子党和梁国公的矛盾，这样打击了2皇子，从而博得3皇子的开心。不过目前事情的发展好的有点出乎秦不相的预料，李英被关入锦衣卫大狱，只要宁国公想要救他儿子，3皇子党就等于掌握了主动权。到时候来一波政治利益交换，小小的礼部右侍郎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无耻老贼，官场毒瘤！俺也这么觉得。哼，按照官场上的尿性，很可能秦无相那个老贼坐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，成功搭上3皇子这条船，摆脱前首辅的烙印。李英那混蛋还能正常走出锦衣卫大牢，屁事没有。政治真丫的肮脏，这也没办法。就算是你父亲梁国公亲自下场，也不可能让3皇子党放弃秦无相。除非梁国公旗帜鲜明地加入3皇子党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国本之争，即便是梁国公张景泰也不敢轻易涉足。事情有趣得很啊！我父亲下场掺和，只会让事态升级，说不定还会惹来2位皇子联手打击。不过想要左右朝堂上的斗争，也不一定非要滔天权势，升斗小民亦可搅动风云。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金钱的魅力。
秦无相今日不在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本要奏：前礼部右侍郎李某因贪污被侍卫捉拿下狱，礼部缺员，臣请陛下早作决断。诸位爱卿以为如何？臣以为礼部郎中秦无相是何？不可，秦无相私德有亏。臣以为兵部郎中蔡一鸣是何？不可。臣要状告兵部郎中蔡梯明侵吞军饷，纵子行凶。这么一看，好像秦无相反倒是最合适的。私德有亏，这玩意儿咋说都行，又没触犯律法。皇帝反而更喜欢任用这种官员。现在我们的优势是敌明我暗，秦无相大概还不知道我们推导出了他的谋划。我爹是国公，我哥是未来国公，我未来妻子长公主。我要让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李英犯下的事，以民意裹挟，强逼有司对案件进行审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们就明白了。现在二皇子党和三皇子党都强行把这件案子压下来，我们虽然没资格上桌，但我们可以掀桌子。理应，外人无形。宁国公子藏在牢亭。在金钱的推动下，关于李英的种种故事快速流传。诸位且听张氏孤儿。大喜事啊，老爷！听说前几日把小少爷拐走的人牙子背后主谋竟然是宁国公世子李英，好在锦衣卫明察秋毫，把李英押送到锦衣卫，有司不日将会公开审理。老爷，你怎么不笑了？你笑啊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有宁国公世子李英德行有亏，骄纵无礼，与贼寇沆瀣一气，罪孽滔天，以致民怨沸腾。经三司会审，着李英流放北疆，夺其世子之位。又有宁国公李元教子无方，特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半月，望诸爱卿引以为戒。钦此。于是乎，皇帝下旨推动三司会诊，刑部、大理寺和督察院自然不敢怠慢，二皇子和三皇子也不好从中作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英俯首认罪。二皇子和宁国公由此生气，三皇子则是一切谋算成空，事后还要遭受二皇子党的报复。经过我这么搅和，几乎是满城风雨。得到李英被流放的消息之后，秦无相便告病在家。夫人，收拾细软，明日我便辞官归乡。秦大人，辞官归乡是作何意啊？尔等何人，竟敢擅闯当朝礼部张林雄府邸？几日不见，秦大人就把我这锦衣卫小旗忘了。当年若不是我怀有身孕，父亲怎么可能把我嫁给你区区一个3榜进士？你不过也只是贪恋我家权势罢了。今日你惹来如此横作，又将虎儿擅自牵连在内。唉，既然你们家事已了，就来谈谈公事吧。何事？朝中五御史、周己建中、兵部礼侍郎联合弹劾秦大人您贪赃枉法、蓄养死士，意图不轨，现天子革尔官职，命我等锦衣卫抄没秦家家产。兵部礼侍郎是梁国公还是你？有区别吗？走吧。据说秦无相被发配北疆，去和李英作伴了。这俩人同在北疆，若是碰面，那可真是仇人见面，分外咬红。这京城的百姓刚开始都以为是玩笑，这顺府衙门的公告出来之后，我就又收割了一小波声望。这锦衣卫还真是进对了。
不到2个月的功夫，这成效竟然比前面10几年还要好。天地交争，阴阳大悲符，竟然是这门武学。我听说过这门武学，据说是前朝大宋的一名武官，武道修为真至2品不灭，但面对猛兽环伺、皇帝昏庸的局面，深感无力，于是遁入空门，转求佛法。然而走遍九州，见黎民困顿，官吏鱼肉百姓屡见不还，却不见佛陀降世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遂感佛法救不了万万百姓，于是心魔顿起，杀念丛生，是要杀尽天下贪官污吏，杀那金銮殿上无道昏君，杀尽对大宋虎视眈眈的周边蛮夷。彼时的他元神仙道已经到了1品陆地神仙的境界，在佛门这种境界称为菩萨。元神武道双修，纷纷真至绝巅。他将毕生所见、所学、所识融会贯通，书成之日，天降血雨，百鬼夜哭。可惜的是，写下最后一个字便吐血而死。这门武功中记录了7种这世上最可怕、最邪门的武功，非同是涉足元神武道者不能学。号称天下武学变化尽纳于双掌之间，双手如金刚永固，这当真是为我量身打造。这锦衣卫巡街的工作还是枯燥啊。我现在应该具备了1龙2象的力量，要是齐小航他们跟我对战，基本上是擦着就伤，碰着就死。力量带来的筋骨强化，气血旺盛，8品武者也不够看了啊！嘿嘿，到了7品夜修境界，随时随入定，那都是基操。又是开心摸鱼的一天啊！在小爷我的地盘还敢得瑟？来活了！六扇门那边有一起案件需要我们锦衣卫协查，还指定要元神仙道的修行者。思来想去，还是你最适合，有兴趣不？什么案子？就以采花大盗，就是形式和别的有些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他是元神出窍，与女子梦中行闺中之乐。那确实有点不一样哦。你接的什么案子？还要把我们一块叫上？一个采花贼的案子，叫你们去就去，这么多废话。难得的积累功勋的机会，难不成你们要当一辈子小旗？采花贼的案子，采花贼是元神仙道的修炼者，强行入梦和女子交混。啊！六扇门是怎么发现这案子的？我换种说法，这些女子怎么知道有人梦中那样对他们的？我猜想应该是几个相熟的闺中密友相互合计一番，发现大家同时梦到和同一个男子行鱼水之欢，这才起了疑心。寒暄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先拿卷宗来瞧瞧吧。小公爷，这是卷宗，还请您过目。多名待字闺中的女子发现，大家居然频繁梦见于同一男子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些女子竟变得精神萎靡，乃至有元神衰弱的征兆。难怪我们通过摸排发现，这采花贼光顾的都是外城比较富足的人家，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多上一名受害者。本想分派人手在各户人家蹲守，但是习武之人气又旺盛，元神对此又极为敏感，每无所收获。等我们一松势，这家伙又趁虚而入。武者气血阳刚，最克阴魂鬼物。被采花的女子出现元神衰弱，想必是采花贼习了什么邪门功法，需要采补元神。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神完气足，是上家的顶狼。今晚你们标记几个重点可能光顾的对象，我亲自出客蹲守。那采花贼如此谨慎，且只在夜间活动，想必修为至多在7品夜游境界。既然如此，那本捕就在这儿先行谢过小公爷了。有把握吧？同是7品夜行，我有把握重伤他，却没把握留他。这些点位都在副区的边缘，元神夜游距离有限，采花贼平日里生活的区域很容易被圈定出来。林大师，名夸秋皓啊！刚才你怎么不跟王捕头说清楚？
对方是个7品高手，就算到时候被我打伤，也不是那几个年轻捕快能招惹的。除非王捕头能征调来更多高手。这几条街，到时候你们着重排查最近租户，且孤身一人的男性。哦，对了，要是今晚过后突然足不出户的人，也要加入摸排条件。头儿，就这么交给他，您就这么放心？他就是个2代而已。你是不是觉得，要是自己也有个国公老爹，说不定也能随随便便进锦衣卫，甚至扬名京城？那位小公爷自称元神修为有极品夜游境界，定然不会有假。他的武道修为更是恐怖，那种如烈日一般的磅礴气血，站在他面前就像仰望高山那般渺小。方才光是站在面前，能维持基本的体面就算不错了。头儿，你可是7品武者。等等，这么说来，这位小公爷是仙武双修，同时走2条修炼路子，都能比肩7品，甚至比7品更强。你呀，筋骨都未淬炼完全，气血驳杂不堪，也好意思瞧不起这个那个的。还不出来吗？这是大兴县典史的府邸，典史家有2个女儿待字闺中，还是双胞胎。畜生啊！再有1个月，如果不间歇地使用合欢加盟术钻取女子元阴，应当能突破6品日游的境界。届时天地之大，随处可去，我也能尝试谋划报仇了。虽然不是肉身亲至，但元神交融的滋味却是半点不差。是。有埋伏！差女新换大法！斩！足够了。效果还不错，子息宫的祭炼没白费功夫，如今威力已经能自如掌控了。那家伙身怀的传承绝对不一般，要捉带回6扇门好好审问一番。对方同是7品也有境界，今晚先到这里。王捕头，是，有事吗？小公爷，不知道昨晚是否等到了那采花大盗？哦，等到了，只不过被他给逃了。放心，他已经被我伤了元神，就算侥幸不死，也会修为倒退，连元神出窍都没法办到。元神是一个人最本真的存在，长久下来，元神也会对相貌产生一定的影响，进而元神与肉身的相貌便会达到高度相似。头儿，但是我们要怎么确认消息的真假？胡说什么？小公爷是这样的人，你把锦衣卫当成什么了？这只是小公爷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们6扇门还没行动，回去准备一下，待会儿让他们见识一下6扇门捕头追击犯人的本事。老张，根据张林所述画一张通缉令出来，上报批一份海捕文书。对方受伤不轻，势必会采购一些修复元神的丹药。不愧是王捕头。几位，这就是王捕头你心心念念的采花贼。我们这门还没出，你就把人给抓回来了？没有什么，全都是张林算计，哦不，安排的好。重点摸排最近租户孤身男人，尤其是今早突然足不出户的。人抓回来了，押到狱中好好审讯吧。6扇门的刑具应该不比锦衣卫赵玉差吧？不错不错，阴暗潮湿，久不见天日。先审他，交给我们6扇门就行了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锦衣卫，六扇门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锦衣卫的赵玉了吧？我叫王洪卓，今年30有8，京城人士，是太康5年的举人。难怪堂堂7品元神高手，竟干这入户采花的勾当。这祸根原是在孩童时便种下了。这位小哥说的没错，但我也没玷污那些女子的清白啊。不过是梦中行鱼水之安，顶多算是以利犯贱。依大明律，关上1年应该足够吧？怕是不仅如此吧？你使的是哪一派的邪法？以元神交合榨取女子元阴修炼，是大明严令禁止的邪道。就算没有造成人命，也当废去一身修为，流放3000里。以你方才所述的身份，如何接触到这等元神传承？你说你是京城人士，那为何要鬼鬼祟祟在外城租赁院子住？你是在担心李逵吧？李逵，她早就嫁作人妇，我去寻她做甚？不过前日才听说她男人被革去官职，流放北疆，可见李逵眼光也不过如此。我此前听说过你的名字，只是没想到你还活着。你为什么没去见他们母子2人？李逵是前首辅，在太康14年只身回乡。只是这采花贼怎么会和前首辅牵扯在一起？你知道她为何要嫁给秦无相吗？当年和你私定终身之后，她便怀有身孕，你却不知所踪，肚子一天一天变大。她为了不让李逵门楣蒙羞，保住腹中的胎儿，嫁给了秦无相这3榜进士。等等，你是说我儿子？你刚刚说了我儿子对吗？当年，我凭着几分才貌，结识了去黄觉寺上香的李家小姐，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，却遭其父首辅李逵百般阻拦。侥幸大难不死，得桓宗传承，苦修数年，修成7品夜游，重返京城。只叹叹早已物是人非。传承来处，如何前古道？那是元神部分传承。纠结，这他妈什么主角模板？这样看来，我倒是成了反派。你现在该不会对我有什么不满吧？怎么可能？小公爷，您救了我儿子，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。就算你现在把我杀了，我也毫无怨言。在临死前，能得知自己还留有后人，也算是死而无憾了。你怎么样和我没关系，具体的审判要看六扇门怎么说。我只是他们请来的外援。这鬼地方待久了，浑身难受。姹女心经。这便是王洪卓得到的上古合欢宗传承，并不完整。这次的功勋，加上我老爹积攒下来的家底，8品内壮阶段的修炼资源对我来说，已经不是份问题了。青玉堂不去了？
教坊司喝花酒去。最近看到一种新的毒药炼制方法，正打算回去尝试一二。我今晚还要修炼淬炼肾脏之后，才能千金散尽还复来，不会陷入囊中羞涩的窘关，其中得失你好好体会。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。先清空一波库存再说。明明听门子来报，林少爷已经入府，难不成还在国公爷那里？小丫头在等我。吓死我了！公子您什么时候出现在我后面的？我早就来了，只是你注意力不在我这边而已。不说了，长公主的人还在等着少爷您呢。还是上次来的那个凶巴巴的丫头，说不见到您的人就不回去了。要不是有秋衣在，我可招架不住。那小丫头等了您一天，气得连饭都吃不下，现在正满肚子的火气。我怕我再待下去会忍不住和她打起来。你可打不赢那丫鬟，或许可以让他们试试观想元神。紫薇玄都雷电玉晶显然不合适，太过于霸道了。插女心经倒是不错。饮食男女本就是人之常情。不知林少爷公务繁忙，奴婢贸然造访，还望恕罪。秋意，还不给长公主府上的姑娘沏上一壶热茶，免得到时候回去告状说我梁国公府招待不周。我叫妍儿，茶就不必了，今天足足喝了10几壶，倒也办饱了。我此次前来，是长公主殿下吩咐我将这些东西送到林少爷手上。这是养神丹，这是洗髓茶，这是清离赤火丹，这是……这长公主怎么3天2头就往梁国公府上送东西？她难道是个恋爱脑？我们公主说了，要是吃完了知会她一声，她过些日子再炼上几炉。炼丹？长公主还会炼丹？那当然，公主殿下她可是太医教圣女。圣女。对了，长公主殿下还让我给林少爷你带来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下个月就是上林苑围猎了，公主殿下希望能看到林少爷您大放异彩。上林苑。不过，他送我紫溪宫，是否也是为了应对上林园围猎？这是自然，同时也正式确诊长公主的恋爱脑。公主殿下，他怎么说？林少爷说定然不会辜负公主期望。他真这么说？奴婢不敢欺瞒公主。林少爷一听说您派人来，一回府上就立刻来见，半点都不舍得耽误。甚好，下去领赏吧。天绝地灭大搜魂手，武学没有正邪之分，只用正则正，用之邪则邪。不愧是元神仙道、肉身武道双双真至绝巅的强者，构思则之巧妙，堪称震古射今。冬练3九，夏练3伏。你们当中许多人仅仅停留在淬炼皮膜阶段，更不能过于懈怠。气血勃发亦可内壮者，也切勿自得。筋骨皮淬炼到什么程度，将决定你们未来的武道之路能走多远。若是贪一时之快，武道之基最重筋骨，所以在9品炼体阶段，我们要做到皮韧如牛，骨坚似虎，筋缠如马。各门各派独有的武学线的效果也各有不同。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精才绝艺，关妖蛮两族创下一卷炼体武学，分为3式：牛魔大力拳、虎魔练骨拳、
大蟒缠金术。你们当中许多人或有家传筑基法，或各有际遇，但在我这里只教这3门武学，以作打造武道根基。学与不学，皆在你们自己。虎魔炼骨拳，就算现在我高屋建瓴之下，演练起这套拳法，也不过如此。咦，二公子来了！元神仙道。这种程度的气血，真龙也不过如此吧。不知二公子造访吴院有何贵干？没什么，正巧今日锦衣卫休沐，特意来这边转转。我在吴院教导已有数年，若有二公子相助，或许能去别处。公子可否提点一二？那不如张教头你来做我对手。好，小子们看好了，九品虽是武道之始，但却极大影响着你们未来的路。今日我与二公子演练一番，教你们好生瞧瞧。若是不全力以待，怕是走不了2招便会落败，届时也没有试教的意义。接招！是虎魔炼骨拳，真是威猛啊！我仿佛看到了一头虎妖在扑击，朝我张开血盆大口。可是张教头会不会太认真了？要是伤到二公子怎么办？好，虎魔炼骨拳，那我便以牛魔大力拳应对。牛魔大力拳！有人飞出来了！飞出去的是谁？一招落败，应该是二公子吧？幸好最后对方收了力道，脏腑没有受伤。二公子果然实力惊人，在下甘拜下风。一下子没收住力道，来人，奉上一颗天罡碧玉丹。你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不该来的，过多的接触只会增加暴露的风险。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真相往往不重要，我们只需要埋下矛盾的种子即可。时间会帮我们完成一切。这教坊司的姑娘们是真心不错。大家可有中喜的姑娘？若是要留宿，便算在本公子的账上。刚发的俸禄就打算挥霍掉？不了，今天也就休沐，否则我才不陪你出来喝荷花酒。要下雨了，跟了我一路了，几位再不出来，我可就到了国公府，再没有机会了。6品武者，居然出动了4位6品。完了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拦我？天发杀机，移星易秀，
地发杀机，龙蛇起路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。六魔者到底就是六品武者，要不是他早就将天绝迷灭大搜魂手修至大成，信手便有2龙4象之力，怕是这一战会打得无比艰难。好敏锐的感知，不愧是元神仙道、肉身武道双修的奇才。五品开窍，梁国公府上的小公爷，什么时候竟也练如此邪道功法？东瀛刺客，之前的4位6品武者显然不是东瀛人。算了，这种东西无所谓。华夏有句古话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之事就此作罢，想必日后自有相见之时。你们东瀛就没有自己的话吗？我是锦衣卫小旗张林，家父梁国公。这4人便是围杀我的6品武者，另有1位东瀛的5品刺客。多亏了诸位兄弟将其惊走，否则我今日是凶多吉少。内城治安本就是皇城司职责所在，今日一事是我们疏忽了，请公子暂行回府，皇城司必定会还公子一个真相。那就有劳诸位了。少爷回来了，是少爷回来了。公子您真没伤着哪儿吧？没事，区区5品，土鸡瓦斗罢了。少爷您就会说笑。公子，我已经吩咐其他人烧好了您沐浴的热水，您先喝一碗姜茶暖暖身子。今晚用天绝地灭大搜魂手摄取了2名6品武者的血肉魂魄，起码省却了半月之功，气血也壮大了1/3，6品武者果然是大补之物。在这高处就是不一样，让我来看看。我爹这么快就下朝回来了，不错不错。这元神仿佛置身于温泉之中，暖洋洋的，仿佛能感知到外界的种种事物。人说阴魂鬼物修炼到极深处，也能生出五感，不夜正日常肉身，好像是叫鬼仙。现在对于武者气血也不似从前那般敏感了，难怪修炼元神仙道的人这么少，思维运转比往常快了许多，许多以往想不通的经文也瞬间明白了。原是如此。如今大明威压四夷，周边的势力无不胆战心惊，京都朝堂便是他们的发力点之一。理应被押入狱，流放北疆，让这些谍子有了可乘之机。这些谍子想通过刺杀我来挑起朝堂局势，让大明内耗。以往大明的诸多党争，背后就有这些势力的推波助澜。蛮族、东瀛，还有谁？不管是谁，只要有人胆敢前来刺杀，那便统统打死。又是要上班的一天，感觉自己得了假期综合症。难道昨晚我被刺杀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？这也不对啊！除开府上的人，就只有皇城司的人知晓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还能有啥事儿？苦差事儿呗。有锦衣卫的案子来报，北直隶下辖县香河县的城隍重伤沉眠，叫我等先去查探情况。你们能应对得了吗？我们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可是6品的人物，我们区几个8品，这是头铁拿命去拼吗？那我跟鱼头说一声，跟你们一道过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反正我在衙门也有些无趣。我现在元神仙道是6品日游，昨夜的刺客要是再让我遇上，一套连招就能给他带走。
人有365个窍穴，开通108窍便能架起天地2窍。得了吧，这种破事你牵扯进来做甚？浑水我们几个来掏就行。如何量？回皇城使大人的话，从筋骨强度可以看出，此4人皆是6品武者，且熬炼的路数不似我大明人士，反倒和北方蛮族颇为相像。只是这你就不用多管了，只要确定这4人是蛮族之人便可。大人，时大备了，你的消息库也该更新了。修炼了什么速成的邪道功法吗？但是这进度未免也太过于骇人了。我已经6品了。6品嘛，能有什么用？还不就是啊？你啥就6品了？武道还是元神？6品日游。我昨晚打爆了4个6品武者。兄弟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这种牛跟我们吹一吹就得了，在外面就别吹了，免得被人笑话我们锦衣卫。是啊是啊，6品武者的破坏力远不是6品元神能比的。不信可以去皇城私问，尸体都被他们收走了。站住呀！你小子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努力了？6品啊，还是4个6品，也就是说您能打4个鱼头。不是大哥，你是偷吃什么神丹妙药了吗？所以，我现在的实力够格和你们一块去吗？不行，城隍也是6品日游境界，而且还有香火愿力的加持，照样不敌。你才刚突破到这一境界，跟着我们风险太大，到时候我们反倒成为了你的拖累。什么叫能打4个鱼头？邹文明，你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几个先等等，我有点事儿和张玲谈谈。你知道为何这次任务会让齐小航他们几个过去？宁国公负责这次案件的百户和宁国公走得很近，他点名要齐小航他们3人，我也没办法阻止。本来正要找你想办法，却没想到你已经具备如此实力了，刚好可以跟过去保家一二。发生什么事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锦衣卫和6扇门都出动了。那群金甲律师看起来好像那天在天上斩龙王的。他们在那间鬼屋子前停下了。是这间院子吧？破开它！有高手来了。什么人？你不是说你们在这里潜伏了许久，没有人能发现吗？他们找不到这里的，我们苦心经营这里许久，怎么可能轻易就被发现？估计又是6扇门不死心，想要查探鬼宅的真相。我的阵法被破了！尔等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敢扰我大明清静，今日便是死期将至！快想想办法！这是4品武术，还是强4品？带回锦衣卫赵玉，找出他们在京城还有哪些据点。正好把他们一锅端了。拿我手书去府库挑选你一直心心念念的龟林7宝刀。多谢大人成全。梁公公处得来的情报，不是锦衣卫。此子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能够做到这种地步，显然已经不是寻常武学的范畴。梁国公所谓的情报，该不会就是张玲提供的吧？慢点啊，大哥！你傻马，我们傻马！再这么跑下去，还没到香河县，哥几个的胯下之物就趴下了。前面就有一个客栈，我们临时歇脚，顺便把马喂饱。日落之前应该能赶到香河县。
小二，上好的马料喂上，多加几个鸡蛋，顺便切几斤肉来。这几天在外奔波，吃的肯定没有府上那般好，先将就一下。哟，几位差爷，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打尖儿，把你们店里招牌菜都上一遍，再来2壶好酒，剩下的就当做是爷赏你的。好嘞，爷几位坐好，稍后上菜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。锦衣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又是哪地造了什么灾？正所谓靠山山，靠水吃水。这香河县靠近江乡水泽，主干河灵气饱满，有馥郁芬香之气。先去城隍庙看看情况，再去锦衣卫卫所。龙门客栈，据说香银县水泽当中有一鱼妖修炼1000年，叩问天门，得以化龙远去。这故事真假不知道，但这老板绝对是营销高手。张林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张林绝非会磨蹭之人。在这儿呢。谁？是我。我元神出窍，觊觎在这只猫身上，跟你们一道过去查看情况，一明一暗，更加隐蔽。哟，还是只乌云盖雪，让我来看看是公的还是母的。滚！元神仙道还真是手段繁多，若是兼修，倒是不错的战斗辅助。好了，不必大惊小怪，就如一般的江湖客过去上2炷香。哼，估计是个母的，不然也不会不好意思让我们看。好了，先去城隍庙吧。作为大明朝廷敕封的功德正神，自然是连日香火不断，香客众多。好像并无什么异状。我们并非元神仙道的修炼者，看不出异常也有可能。几位可是最近才来的香河县？不错，某家与兄弟结伴游历江湖，见此地城隍香火旺盛，故此来结一份缘法。好一个缘法！几位若是在此地遇到麻烦，尽可再来向城隍请教。这位小哥，咱们这香河县地界的城隍庙一直是有求必应吗？倒也不是，城隍爷平常哪管这些事儿，只不过近来县中有妖魔作祟，刘员外家神不慎灾，去城隍庙上了一炷香之后，又捐了些香火钱，驱赶了邪祟。妖魔作祟，这因果未免太顺。此后不知哪户人家传出城隍爷又管治病救人、驱邪挡灾的活计，屡几次，倒也真有成效。大家伙这才上城庙勤快了些。治病救人本该找医馆，城隍庙却把医馆的活也揽了。这位爷，我现在能走吗？我家婆娘还等着我求来符水救命呢。问什么鬼神？治病救人当去医馆，这些银子赏给你了，快些带你婆娘治病。这城隍好像也没见重伤垂死的迹象，这阵子还频繁显灵，倒是那庙祝有些问题，别的问题看不出来。城隍蛊惑民众，搜刮敛财，我回京怎么样也得参上一本。事情绝非如此简单，传递消息的案子已死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我来，你先讲讲有什么发现。我来，你先讲讲有什么发现。我进庙查探了一番，发现神像之上有元神复存的迹象，且灵性无损，
又听到来往的百姓提起近段时间有城隍显灵驱除县中作祟的妖业，所以查出不对劲来，没有贸然将城隍喊出来问明情况。不过我换了个问询对象，妙祝。那妙祝如此配合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这自然不是常规的审讯手段。我查看了这妙祝近些时日的记忆，发现了几个疑点。第一，最近城隍性情大变，对他的敛财行为许以默认，甚至推波助澜。第二，文武判官和日巡夜查以及八早喜等阴神似乎也出现的少了。第三，在锦衣卫案子来报城隍重伤之前，城隍曾经出巡过一次，带着武判官，似乎在找什么淫祀邪神。庙主只是个凡人，知道的有限。淫祀邪神？难不成城隍是被哪个邪神打伤的？但并没有那锦衣卫案子所说的这么严重，所以频繁显灵，以求更多的香火愿力疗伤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把城隍叫出来一问不就清楚了？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这城隍明已经被人偷梁换柱窃据神位，真正的城隍已经身死道消。你可能不太清楚城隍敕封的来源，这必须由国熙，也就是传说中承载人族气运的人皇印加盖后的圣旨才能敕封正神，享一地香火愿力。想要取而代之，可不是什么山野邪神能够做到的。既然如此，目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原地待命，等锦衣卫过来，要么查清楚打伤城隍的山野邪神的身份。按照约定时间，百户大人还要2日才能抵达，若是没有进展，怕是会借机生事。治就治呗，总好过冒险送死吧。要说灵验，那还是城隍庙，别的没听说过。这城中之人只知道城隍庙，不知任何的山野邪神的信息，不如找最近的几个下辖乡。没听过啥新庙，真要有灾，还是进城找城隍爷灵。怪神没听说，倒是城隍爷近来灵得很。累死老子了！哪有什么邪神的消息？索性直接把城隍喊出来问个明白得了。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去，泉河是香河水系中众多支脉的其中一条。既然如此，明早我们一道过去看看。这牌匾梁柱之上镌刻着的东西，像是某种远古部落的图腾信仰。为什么每家每户门前都统一悬挂着竹间编织的物品？几位有何贵干？我们只是路过此地的江湖客，想要在贵宝地休整一些时日，具体花销可以折算成银两支付。这么警惕。几位既然来了我们村子，自当守我们这里的规矩。每日正午时分，村子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走动。那老头应该是村长一类的角色，这是把我们当犯人一样看管啊！若是这群家伙暗地设立淫祠，勾结山野邪神，残害人命，可就别怪他们绣春刀下不留情面了。既然特意嘱咐不让我们在此时外出，必定是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们看见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秀萍，你要理解大家的难处，要不是今年不景气，也用不着让你家的小孩去侍奉河神大人。是啊，秀萍、张二，你们2口子别不识好歹，要是惹怒了河神大人，大家都没了饭吃，你们在村子里也……河神童子，张二，先前我们可是说好了，你把孩子交出来，我们明年每家每户多匀上1份鱼货给你。村长，你说你这娃咋就不懂事儿呢？你家孩子有幸被选中给河神大人当童子，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。泉河乡背靠泉河，靠打鱼为生，年景若好，倒也饿不着人。河神来了过后，倒是不一样了。人知妖魔恐怖，妖国也知人心狠毒，该杀。看来当初城隍的确是为了追查此事，这才与那河神做过了一场，只是不知道为何没有敌过。想必其中还有我不知道的隐情。去河边了。
先回去告知他们，不能让这轿子到河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听错了，不打扰几位了。感谢客人的赏钱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沉浸在我观想的元神幻想之中而已。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村子试图掩藏的秘密了。如我们所想，泉河乡的村民私设淫祠祭祀邪神，参与贩卖人口，将无数的童男童女送入河神之口，以保他们来年风调雨顺。这种事情，难道衙门就无所发觉吗？或许他们做的足够隐蔽，又或许忌惮他们背后的邪神。这意味着，泉河乡河神的实力至少也有5匹。按时间推算，那位百户大人应该已经抵达了锦衣卫卫所。你们几个回去摇人，我先行阻止他们。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没必要与山野渔民置气。来不及了，村民已经将孩童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要给河神上祭。那我们就只能舍命陪君子了。恭请河神！恭请河神！求河神大人，求河神大人保佑！妖魔哪里走？水行龙力最大，陆行形象力最大，龙象者能移山倒海。河神大人，该死的外来人，谁让敢对河神大人出手的？锦衣卫在此，你们谁敢造次？擅自私造淫祠，祭祀邪神，买卖人口，残害百姓，以你们的罪行，抄家灭族，流放3000里都不为过。杀了他们！彭叔人都是我的，他们有河神大人会庇佑我们的。反抗者杀，一个不留。救命！晚了。好痛！大人救我！阿宁道，3刀。刚好可以带回去给长公主炼药。不就是买了一些孩童吗？能侍奉河神那是他们的荣幸。不献上童男童女，我们就没收成，就要饿死人，我们也不想啊！刀子没落到自己脖子上，没谁觉得疼。大人，刚刚门外有小厮来传话，用的是锦衣卫的暗语，说几名锦衣卫小骑暗中摸去了泉河乡，您看要不要？无恙，只是查探消息而已。我走过一趟城隍庙，那妖物虽藏身在泉河乡，但只要不招惹便可。想来他们也不会没有自知之明，擅自行动，自作聪明。等他们回来，本官定治他们一个目无长相之罪。那城隍那边，城隍那边无事，他先前的确和那妖物斗了一场，双方均有损伤，所幸依靠城中百姓的香火愿力，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。哼，不日本官便和他一道收了那妖物。把这些人的首级堆砌起来，以助惊墨。警示诸位，莫要私设淫祠，勾结邪神，暗害无辜百姓。尊大人教诲。
我说他们村子怎么这么多规矩，平常也不许我们过去走动。我儿子去年走失了，该不会就是这群畜生送给妖魔了吧？狗日的，天杀的！我女儿指定是被他们骗走的。我们在外面忙成狗，你倒好是悠闲。你们忙什么？只要监督他们是否按照我说的做就行。看着也累啊。倒是没想到，这群家伙暗地里连同乡都下手了，当真可恶至极。放心。到时候乡县典史自有定夺。以我对大明律令的了解，村中但凡参与了此事之人，少不了是一个派发徭役，日后是别想再回来了。现在天色可不早了。看来那位百户大人倒是胆子大得很，对于背后的宁国公那是相当的信任。当然，可能是我这小小的伯爵之子不入他的法眼。可惜河神是头巨蟒，不然收作坐骑那多威风。哼，5品的妖兽拿来当坐骑，头才6品，你是要气死他吗？5品在张林手底下都走不过级。回京之后，差不多总级的任命就要下来了。当然，前提是张林有这个想法。鱼，有状况。不是5品。啥？他不是5品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这什么茶？寡淡无味，给本官换上一种。来人，大人，我已经吩咐下去，换上了下官珍藏的菩提云雾茶。不是这个，你现在派人快马加鞭去一趟泉河乡，查探那3名锦衣卫的状况。慢了，唯你是问。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100户。100户，不知蹉跎在此一日，是光喝茶了，还是光喝茶了？本官行事，何时轮到你们几个小妻智慧？怎么，你还想斩了本官的脖子？几位冷静啊！这场面怎么看怎么都不对劲儿。他好歹也是个百户，怎么夹在中间，有种里外不是人的感觉？哼！家父梁国公。啊！打你怎么了？张林，家父梁国公。本官回京必定会和圣上参你一本。不听调令，擅自行动，殴打上官，哼，你就等着被问罪吧。问罪？今天我倒是要问问你的罪。勾结妖魔，图谋香火，一时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你什么你？你为何来这香河县？查清楚城隍被伤一案。张林，别以为你是国公之子便可为所欲为。在锦衣卫，我是百户，你才是区区小旗。你要摆清楚自己的地位。此案本官早已查明，不向尔等废。城隍是为了查明香河县的人口拐卖一事，却恰巧梦见泉河乡村民私设淫祠，祭拜邪神，故而与对方做过一场。对方是5品的妖族，故而才造成2败俱伤的结果。本官的破案能力何须你们来质疑？今日之事，本官届时定然还会再添上一条仗势欺人，意图构陷上官。哼，城隍说那妖物是5品，本公子亲手斩杀的，实力也不过是区区6品。那是因为和城隍斗了个2败俱伤，这才被你捡了个便宜。既然如此，
那便将城隍唤来相见对质即可。城隍，速来相见！城隍，速来相见！城隍爷显灵了！几位这是？城隍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锦衣卫小七怀疑我暗地勾结妖魔，意图造反，你大可将案情经过讲与他听。原是如此，此事却因乡县人口贩卖而起，全河乡乡民私设淫祠，祭拜邪神。如何？妖物你也杀了，城隍你也见了，还有何话可以狡辩？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办到的，但我可以确信，尔等妖魔窃据神位，到香河县香火院里论罪当诛。斩！四品，玄秘妖丹，这家伙是四品。你不是四品，好眼力，好手段。这枚玄佩妖丹乃是我的成道之机，玉石起来不弱于任何四品，所以在场之人全都得死。哼，本以为他仅是五品修为，没想到玄木妖丹能临时暴涨战力，一旦失手，众人都要覆灭。你一刀破玄光，打散香火院里，还识破了我的万全之计，不然我还真舍不得杀你。你那也叫天衣无缝，破绽太多，多得我不忍直视。我读过你们人族的书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哼，把你们杀了，我这谋划自然便是破绽玄武。今天我要把你们统统打死！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我还没开始嘴炮，怎么就开大了？妖类果然是不讲武德，你还愣着作甚？青羽侥幸得道，安敢在大明境内猖狂？伏魔金刚腿！你怎么知道我的来历跟脚？当年鱼跃龙门的故事主角便是你吧？不知你靠何等奇运脱鱼化蛟，可妄想抗衡大明，纯属痴心妄想。碧波龙王真龙之身尚且服于大明，你自认强过他，若杀我等，天下再无你容身之处。即便如此，今日也非要杀你们不可！不知好歹！我的妖丹！真他妈皮糙肉厚！阿尼道，三刀！天绝地灭，大搜魂手！这里交给你们了，注意这妖妖的手下，我先行闭关一段时间。我们不用死了！刚刚我好像看到那妖物被吸成干了，这是练的什么邪功吗？他到底是谁啊？这种实力怎么会只是个小旗？他你们都不认识？梁国公之子，宁定公主未来的夫婿。刚被对方打了，现在又被对方给救了，这都叫什么事啊？现在是时候查探你的秘密了。这是真龙气息。我记得是这里，好像还真是个储物法器。能被单独存放起来的东西，绝对不是凡物。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贫道张角，几位
不知道那位小公爷何时出关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当时几位都在场。张林他扔下一句话就跑了，闭关这种事情10天半个月也很正常吧？你问问易百户呗，他不是专门负责这些案子的吗？本官也是受妖魔蒙蔽，差一点就殒命在锦衣卫卫所之中，从何得知案件始末？反正那娇妖潜伏在县城的手下已经被我们抓捕，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，只需要等待张林出关便是。哎呦，小公爷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是把您给盼出关了。这是娇妖背后有妖物配合的风迹象，一头蛤蟆妖罢了。案情的经过很简单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，别卖关子了。本官还要尽快回京城上报，委派一名新的城隍来香河县。要不易百户你来？你两位大人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！哼！在破案之前，我先给诸位讲一个故事。数百年以前，这一片水泽当中有一条黑鱼，机缘巧合之下，以水中洞府中得到了一枚黄龙的玄板妖丹，由此开了灵智，走上了修行之道。您怎会知晓？其实我也是猜测的。来到香河县之时，曾经听说过关于鱼跃龙门的故事，加之那娇妖一副明显的龙属，又浑身乌漆抹黑，我便诓他一诓，没想到效果不错。再说回那青鱼，他自从开了灵智，踏上修行之路，就越发意识到自己所得机缘是如何了得。于是他彻底盘踞在那洞府当中，掘地3尺，果真又得到了一道机缘，和功德香火有关。正是如此。那黄龙原本是太平道张角座下护法真龙，在黄巾起义中随张角一道被诸中大汉强者围困斩杀，玄不妖丹侥幸逃离，遁入水下开辟洞府，但最终因伤势过重而亡，灵性皆消，被青鱼捡了个便宜。那洞府用玉霄州佛门8部天龙炼化黄龙，凝练玄不妖丹，褪去蛟身，修成真龙。居然是太平道。那青鱼倒是好谋划，他先是利用手下蟒妖引诱城隍前去，而后又重伤城隍，趁机取而代之，又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到蟒妖身上。见锦衣卫到来，便想借一时之手将蟒妖灭口，之后他便可高枕无忧，借助香火愿力成就真龙。其中破绽有3：一是那蟒妖实力没有五品，根本没有重伤城隍的能力。当然，如果用蟒妖与城隍2败俱伤，导致实力下降，倒也能解释得过去。2是那蟒妖在临死前曾经对着水下呼救，说明有一个比他还强大的存在隐藏在幕后。3是城隍突然性情大变，频繁显灵收集香火愿力，且行事肆无忌惮，对于妙术的行为也不似以往管束严格。但是用城隍重伤，急需香火愿力恢复，却也合乎情理。只不过有时候一个破绽尚且能圆过去，但破绽一多起来就变成了网斗，真相怎么也兜不住了。我们再去鲛妖的水下洞府看看。在水泽数日收获颇丰，擒获鲛妖手下，知其无恶，训诫后便将其放走。看来，传说太平药术乃是仙人传授，也并非空穴来风。像是踩在云端，掌握着一方土地一样。城隍也有类似的感觉吧？那边是什么？这次就有劳您了。若是助我等重夺太平要术，我们太平道上上下下必定倾尽全力相助。极为严重了。太平道是中原道门仙宗第一个对我们表露出善意，如此关乎道统兴衰之大事，我自然不遗余力。哼哼，我太平道当年祖师张角苍茫陨落，太平道初创之际，一无陆地神仙坐镇，2又只剩下一卷太平要术残本，3则是被天下群雄视为仇寇，由此衰弱至今。到如今，道中掌教也不过是4品金丹，真是时运不济，天要亡我。如今不是时来运转吗？若不是有人告知我等，我们还不知道当年黄龙祖师竟然还留下了一卷完整的太平要术，现被那张林所得。若是夺回传承，
便是我太平道重回昔日荣光之契机。何方阴魂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操！四品金丹！方才不过是想凑近些听清他们谈话，压根儿没试过用元神探听旁人，哪里料到这3人的元神修为竟这般高深。2个太平道，1个白莲教，都不是什么善轧，不过这出身倒是出奇一致，造反派，难怪会勾连在一起。太平道当年手举反汉大旗，白莲教由西域的弟子叛逃所创，曾助太祖反明，立国后太祖镇压白莲教时期轮回，教派沉寂，如今死灰复燃，莫非白莲重现？不过现在不是讲这些的时候，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。从刚刚的对话当中，不难听出是有人与他们暗通交轨，通风报信。宁国公，肯定是宁国公了，也就是他才有如此通天的本事，能这么快联系到太平道。他妈的，回去一定写信让我大哥在北疆把你儿子弄死。你是张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不长眼的孤魂野鬼，却没想到是你，果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问都不问，抬手便打。他们定是和宁国公达成了什么交易，反正在这里灭了我的元神，照样可以拿到太平要术。5品虚物，速度好快。宁国公，前日你书信当中所说可属实？句句属实，不敢妄言。那便好。虽然本没有我们这小的侠算，但上天送上来的好机会，会白白错失，倒是不美。什么机会？当然是灭杀张林那个小畜生的机会。我通知了太平道的人，你说要是他们知道张林身怀完整的太平要术，他们会如何选择？当然是抢回去，然后杀人灭口。放心，我不会忘记你功劳。你要的开窍丹我已经为你准备了3枚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的，本宫一直都很欣赏你。多谢国公爷看重，在下必不会让您失望。妈的，刚到手的好处就要用在这里。6丁6甲，那是我太平道早已失传的丁甲神符。有眼光。区区6品日游就敢单独对付贫道，真不知道你是自信还是愚蠢。若是肉身在此，贫道绝不说二话，立即逃走。你单孤元神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声音再大点儿，我没听清楚。虽然早就预防到你这一手，但真正面对还是感觉到一阵恐惧。金刚符，金刚符是太平道残缺传承里面顶尖护身符，炼制极难，掌教数年也造不出几张，用1张少1张。此番虽白白消耗，但若能夺回太平要术，一切都值。灵字印诀，象征身心稳定，保持不动不惑的意志，搭配金刚符使用，能达到类似佛门不动明尊的效果。用我们太平道的东西打我，太他妈欺负人了！最关键的是，我还打不过1道符箓召唤出的阴魂。张不法，你们这傻老子的符箓有什么办法破除？说是4品的实力，你也没说是强4品啊！再缠斗下去，他12品白莲道基恐损毁大半，日后境界难保。为拉个援助，没必要把自己给打伤。况且眼下太平要术已然无望，我太平道的符箓一向不弱于任何大派。你那副得意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要是再强一点，我们俩的脑袋都要搬接。这2张符箓年代久远，法力耗损大半，否则我们根本不敌。但符箓力量有限，再撑片刻法力散尽，那小子便任由我们拿捏。我先走一步，来日再来我白莲教中做客。2尊金甲神将围攻，他这哪还有什么以后啊？转修鬼仙的机会怕是都没有吧？死秃驴，我就知道你不靠谱，下次遇到砍死你！到底是境界不足，不然这一剑可以轻易洞穿同品级的元神高人。归降，我愿意归降。投降？放开心神，让这2道符箓打入你们的元神之中。掌教师兄，这位小兄弟，如果贫道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本派失传的御兽符吧？哦，谁规定了御兽符不能御人的？不都是生物吗？
不知这生物是何解？废什么话！要么放开心神，要么死。自古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相信日后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感到高兴。这是金刚符的制作方法，你可以先熟悉熟悉，等回到京城自可找我寻材料制作。若是成功率够高，还有别的符箓制法给你。这是太平要术当中记载的突破4品金丹的经验技巧，想来应该比你们派内的残本要详细许多吧。掌教师兄，别叫我掌教师兄，太平道以后就交给景清师弟吧。你我2人便忍辱负重，到为这位小攻手效力有力。记住，我们做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太平道的存续。一切都是为了太平道。国公爷还真是小瞧了二公子，2名4品，1位5品围攻，居然进退自如，还降服了其中2位。那日就算我不暗中出手，那娇妖也绝非公子对手。见鬼了！快跟我们来！大清早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看到后院马厩里2个穿着道袍的道人给我们洗马。你亲眼看看。看吧。主，叫我公子就好。是公子。昨夜暗巷，元神交锋，3人心中对张林的实力顿时有了全新认知，再无人将昨夜道人洗马之事当作等闲笑谈。回去差不多就能接到总旗的任命了，到时候把哥几个调派到你手下，也省得鱼头3天2头抱怨我们这几个纨绔子弟，净给他添堵。好家伙，我拿你们当兄弟，你们却想当我下属？在黄龙洞府得到的丁甲符箓，别随便乱用，这玩意儿关键时候能救你们一命。现在我还没有掌握这种符箓的制造手段，用1张少1张。知道，对战4品金丹都能压制1头，在外边都能横着走了。别大意，太平道只是没落的小教派，像太一教这种大教，不说金丹多如狗，元婴遍地走这么夸张，但4品绝对不少，哪有横着走这么夸张？比喻嘛，我这不是随口一说。嘿嘿。如何？禀国公爷，2公子已经安全抵达京城，一路上风平浪静，想来幕后之人已经放弃行动了。他要是不放弃本宫，倒是能高看他几分，一投机取巧之徒罢了。国公爷，您已经知道了幕后是谁指使？密信我已经看过，灵儿的实力有些出乎本宫意料，想来是在太平道的遗留中得了些好处，收一2个道人也不错，全当宵夜。派人去宁国公府上传2句话，锦衣卫一时摆定暗通妖族，何该革去官职，抄家充公3族，流放3000里，家中女眷冲入教坊司。听说宁国公近日习武伤了根本，需在府内静养1年半载，让人去账房取一株100年人参送去，聊表慰意，以尽我们同朝为官的情谊。若是宁国公不从如何？不从，那让我方才所言成真便是。传书1封给武儿，好好照料一下远在北疆的宁国公世子，但不要做得太过分，打断双腿即可。老奴这就去办。灵儿没发现你吧？这是自然。老奴的藏风真意是9州最合潜伏的意。2公子元神强横，但也发现不了任何蛛丝马迹。藏风不在藏字，而在风字。想要在3品的路上走得更远，乃至河道，这风字切不可丢失。你爹也真是的，非要让你去锦衣卫，这种又累人又不讨好的差事有什么好的？听娘的，咱不去受那苦了。
长公主那边退婚了便是，回头娘再给你物色一个好人家。娘，哼，玉不琢不成器。灵儿要做的是那直上9天的大鹏，而不是只会在田间地头抢食的燕雀。学那大鹏作甚？直入清明不复返，如五儿那般。妇人之见。这次香河县之行干得不错，回到谷上休整几日，后续我来处理。至于他们，先在府上安排客卿的身份，我让管家腾出2间院子来，其余随便你安排。你们就住这里吧。这能够帮助领悟士成就金丹，即便是提高一点概率，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。秋意，把这种子在小院找个位置种下。金刚符与金刚符虽只差1字，功效却截然相反。前者可打出类似4品武者真气的攻击效果。把这些东西送到长公主府上去。公主，那奴婢就先行告退了。宁国公，那就派人断他儿子双臂吧，以尽孝友。肉身武道、元神仙道2途，我皆有法门。若是天赋才情足够，鱼跃龙门，直至通天大道也未尝不可。清河，你修武道，我这有大明5经1卷，涵盖炼体筋骨皮，皆是上乘武学。秋意，你修元神，我这有诈女心经1卷，还有太平要术1卷，玄奇法术、符箓之道，都是强大的功法之术。清河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公子，为什么我不能修元神？打凹筋骨太累人了。你性子好动不细静，元神9品筑基定神这一关你都过不了。况且从短时间的收益来看，武道要远比元神多得多。道理我都明白，可是为什么火灵马也走元神仙道？火灵马成年就有9品炼体的实力，但灵智与5、6岁孩童那般懵懂。我可梦中传法先行启智，遭助其他雷神马，再传授他筋骨圆满之法，不日便能蜕变骨血，进入内壮。如何？你是想习练刹女心经，还是太平要术？一切全凭公子做主。不过，奴婢还是想学刹女心经。奴婢不喜功法，若公子吩咐，太平要术也学得。听说一时百户这回栽狠了，勾结妖族细作，谁还敢沾边？宁国公也闭门疗养1年半载，御医去了，还见他榻上不断咳嗽。这宁国公父子也是真惨，居然惨到一块儿去了。张林，你现在是锦衣卫总旗，腰牌和佩刀我已经准备妥当，今后你就和余威一样，在我手底下当差了。这位百户不必如此，不知您如何称呼？差点忘了，我叫王俊林，你叫我王头、老王、老王头都可以。那我还是叫你王头吧。既然成了总旗，手底下怎么能没有人？我和余威商量了一下，他手下的这几个人都交给你了。重新划分的巡街区域，让他们大概带你过一遍就行。几位差爷，您要的豆腐脑，请问是要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，咸的，我都可以。几位慢用。麻溜吃完，等会儿去新划分的巡街区域熟悉1、2。知道了，头儿。一边去！怎会有如此滔天的怨气？哎，你们是干啥？